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这两天在上班的路上，我发现枫叶红了，秋天也到了尾声，温哥华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要来了。小李哥今天就来分享几项在入冬之前一定要做的房屋保养，以及一些房屋相关的小知识。影片开始前，小李哥先麻烦大家一下，待会在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，随机出现了短广告，请您帮我看完。长广告请您帮我看30秒，再按下略过广告。另外，如果您喜欢房屋装修这方面的话题，请您记得先订阅我哦。您的支持对我持续创作帮助很大。小李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咯。在英文上，我们习惯把秋天称为 Fall 的意思就是掉落。温哥华美丽的秋天就是富有诗意落叶的季节，在这个浪漫诗意的背后，就是满地的落叶。掉在屋顶上的枯枝落叶，如果不及时清除，就会堵住 gutter 或是 roof drain。温哥华的冬天就是雨哥华，屋顶一旦排水不顺，积水就容易穿过防水层渗入房屋的结构，造成室内进水。如果积水还因为低温结冰，就会对房子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所以您在雨季前，请您一定要清洁排水槽及排水孔。清水槽虽然看起来不难，但是因为要爬上屋顶，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师傅来帮您服务比较好。再次提醒您 ，gutter 至少要每一年清洁一次哦。屋子外面的水龙头及水管，在寒冷的冬天会因为结冰而冻裂，所以我们在入冬之前一定要关掉对屋外水龙头的供水。大家要仔细听清楚哦，我们是要从房子里面关掉对室外的供水，而且还要排空供水管里面的水，并不是只有关掉浇花水龙头这么简单哦。我们在家里面一定可以找到通往室外水龙头的水阀，一般有可能会装在锅炉房或是厨房水盆下的柜子里。这种水阀长得比较不一样，我们叫做泄压水阀。找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依照影片中的顺序自己 DIY 来操作。首先，您先要从泄压水阀关掉供水，再来您要去打开屋子外面的水龙头。这时候你会看到水流会渐渐的变小，这就表示你关对了。直到完全不出水之后，回到室内，打开泄压水阀上面的泄压盖。泄压盖打开之后，水管中剩下的水就会从小孔里面流出来，所以记得你一定要先拿一个容器放在水阀的下方来接水哦。水管里面的水排空之后，记得要把泄压盖再锁回去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一般来说，每一个室外的水龙头都会有自己对应的泄压水阀，你一定要 double check 每一个室外的水龙头都要完成断水和泄压哦。如果您在看完小李哥的影片之后，您还是看不懂怎么操作，或是找不到泄压水阀在哪里，请您一定要在冬天之前联系水工来帮忙关水哦。进水管冻裂是会造成室内大淹水的，一个关水的小动作就可以避免大损失。看完这一集的影片之后，请您要赶快去关室外的水阀哦。加拿大常用的暖气系统主要分为电暖、水暖和风暖。在开暖气之前，还是要先做一些暖身运动，确保机器能够正常运作、安全使用。电暖片 Baseball Heater 最大的优点就是构造简单，保养也简单，只要电路正常，几乎不会故障了。您只要调高墙上温控器的温度，电暖片就应该可以开始加热了。如果调了温控器，电暖片还是不工作，您可以到电箱检查一下，是不是刚好暖气的回路跳闸了。如果不是，10之8九就可能是控制器故障了。您可以请电工来更换一下，电路相关的工作会有一定危险性，建议您还是不要 DIY 比较好。小李哥常常看到有一些朋友不小心会把一些玩具啊、衣服啊这些杂物放在电暖片的附近，这样温度一上去就会有起火的危险。这一点您一定要千万小心。另外，经过整个夏天，电暖片的鳍片上容易会吸附一层细小的毛屑，
这会在开机的时候产生一些难闻的焦味。您可以在开机之前，先用吸尘器清洁一下电暖片的内部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。水暖的保养都是全年性的，建议您即使是夏天，也要保持着水暖系统运作，这样可以防止水管内的杂物沉淀造成堵塞。入冬之前，您可以把每一个区域的控制器的温度调高，自己就可以检查一下房间的供热是不是正常。水暖的供热会比较慢一点，但是如果在30分钟之内房子还是不热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水暖的维修大多是没办法 DIY 的，建议您还是直接联络专业的水暖师傅来处理，比较保险。风暖的原理就是把室内冷空气吸进去暖风机，加热了之后再吹出来。除了冷热相反，它的原理其实跟冷气是相似的。一般来说，在暖风主机旁边或是锅炉房的附近，会有一个专门的暖风机开关。使用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打开主机，否则不管你如何设定温控器，都不会有暖风吹出来的。另外，暖气的进气和排气的管道，在夏天不用的时候，会有许多的棉絮、灰尘跑进去，堆积在管道里，会容易滋生尘螨，这些都是造成家人过敏的主要原因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冬天正式启用前，请专人来做暖风管道的清洁和吸尘。还有暖风主机的进风口的过滤网也要每年更换哦。只要根据旧滤网的尺寸，在北美各大的家居卖场，你都可以买到替换的滤网，自行更换哦。更换滤网可以提高供暖的效能，节约能源，还可以增加暖风机的寿命。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瓦斯费和维修费哦。北美木屋的地下基础主要是依靠 drain tile 或者是 sub pit 来防止地下水的进入。drain tile 是屋子四周特殊的排水沟，防止周围的地下水可以顺着 drain tile 流进城市的排水系统当中。但是会流进 drain tile 里的可不只有地下水，当然也会有不少的泥沙。所以呢，至少每3年，我们要请人来疏通一下 drain tile。有地下室的房子，大多还会安装 sub pit， 一般会分为清水井和污水井，分别呢将屋外的地下水和室内的生活污水预存在专门的水井里，等达到一定的水位之后，再由 sub pump 抽回地面上的城市排水系统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雨季之前一定要确定 pump 可以正常的运作。你只要找到 pump 的电源插座，先拔掉前端的控制器，再插回插座。如果您没有听到马达运转的声音，您就要尽快请水工来检查了，不然一旦下大雨或是下大雪，地下室可就要淹大水咯。低温会让动物的油脂凝固，在冬天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在厨房的排水管里结块，这些油块常常就是堵水的元凶。高压的热水是清洁水管油污的最好方法。在北美的厨房当中，普遍都安装了洗碗机，洗碗机的排水就是最好的高压热水。所以呢，请你每个星期至少要使用一次洗碗机，这对排水管的畅通十分有帮助。如果您家中没有装洗碗机，你可以用一盆热水调进去1盒的小苏打粉来冲洗保养排水管，这样也可以达到清洁油污的效果。在冬天，如果室内不开暖气，或是暖气的温度不够高，进水管是有可能结冰冻裂的。所以呢，冬天室内的暖气温度一定要调到18度C以上，这样才可以确保室温在安全的范围以上。在加拿大，如果因为室内的温度不到15度C而造成房屋的任何损失，保险公司是可以不理赔的。所以呢，在冬天，哪怕您要出远门，室内的暖气都不可以关哦。在冬天，我们几乎不会开窗户，如果室内的湿气太重，就有可能在窗户边，或是进水管壁上，或是排风管道内产生大量的冷凝水。这些冷凝水会沾湿灰板以及木材，这样轻则会留下漏水黄渍，影响美观；重则呢会因为发霉留下黑色的霉斑。要防止这些冷凝水，
就是把潮湿的水汽排出屋外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浴室的时候一定要开排风扇。另外，请你最好选择一间浴室，安装排风扇的定时开关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手动计时啦，让这一台的排风扇每天保持运作6小时以上。你也可以安装专用的排风系统，保持固定抽风。这样除了可以减少发霉的问题，还可以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。关于冬季出远门要做的房屋保护，小李哥之前有专门做一部影片来介绍。计划要出远门的朋友，欢迎您可以点击观看哦。这里小李哥就简单说一下其中的2个重点。首先就是加拿大关于房屋空置的相关规定。在加拿大，房子只要15天以上没有人居住，就算是空置房屋，你就要购买空置保险。否则呢，在房屋空置的期间发生任何的意外，一般的房屋保险是不会理赔的。如果你不想买空置保险，你一定要拜托一下亲友，每2周去检查一下房子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朋友可以帮忙，也有管理公司可以专门服务这件事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重点，这个前面也有提到，就是在冬天，即使你要出远门，暖气也一定要打开，并且要把温度至少要设定在18度C以上。小李哥知道，看小李哥影片的朋友几乎都来自于亚洲国家，不管您的hometown是在湿热的南方，还是干冷的北方，加拿大这种夏干冬雨的气候，寒冷的冬天，乃至于木屋灰板的建筑结构，都不同于我们以往的认知。木屋的保养其实并不难，只要你平时养成好习惯，做好入冬准备，您还是可以开心的和家人吃着火锅，一面欣赏着美丽的雪景。希望呢这一集的影片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最后祝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